你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身穿褐衣的女人，竟然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。波提王后失去了丈夫，悲痛万分。那华丽的王宫里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她留恋的了。于是他不远千里找到儿子，希望他能收自己为比丘。比丘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因为从未有过女子成为过比丘。阿难将他们的请求转述给释迦牟尼佛陀，并问道：女子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修行吗？能进入禅定成为阿罗汉果吗？佛陀回答：毋庸置疑，女子们的力量无穷。既然如此，阿难请求佛陀慈悲，接纳门外的那些可怜女人吧。佛陀思量过后，命一众弟子前去门外为波提王后等人送上水和食物。可波提王后表示，在佛陀收下她之前，自己是不会喝一滴水的。就这样，波提王后的不饮不食终于打动了佛陀，他认可了女子也可以成为比丘这件事。他缓缓来到众女子面前，并宣布说：今日你们便是比丘尼了，并为他们立下了8条净法。波提王后等人欣喜万分。接下来由阿难宣布这些净法。阿难告诉他们，比丘尼之间应当互敬互爱，为期3月的与安居。比丘尼应临比丘近处休整，以便得到比丘的指导。每月2次，比丘尼应派遣代表，请比丘定下斋日，以此来精进修行。接下来，阿难为他们继续说着剩下的净法，女子们都听得十分认真。等众多规定宣讲完毕后，波提王后等人便正式成为了比丘尼。他对众人说道：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，依佛陀的教导，从轮回中解脱，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地位。波提王后离开王宫已经好几日了，可耶输陀罗还是没有母亲的消息，这让他十分的担忧。正在此时，提婆达多走进来，他得到消息，波提王后已经被佛陀收为了弟子。提婆达多嘲笑道：没想到如今连女人都想进入他的僧团。耶输陀罗并没有理他，他为母亲感到自豪，是他的努力争取到了让女子也能够成为比丘的权利。耶输陀罗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修行，想要做比丘尼了。提婆达多对此无法理解，难道上街讨饭就是耶输陀罗想要的生活吗？耶输陀罗表示他只想和佛陀在一起。提婆达多再一次嘲讽道：你以为你进了僧团就能让佛陀回心转意吗？可耶输陀罗早已经没有了那种爱欲，他只想奉行佛陀的教法，尊他为导师。我们的婚姻非比寻常，他超越了自然的界限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说完以后，耶输陀罗转身离去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提婆达多愤恨地说：总有一天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奴隶。祥光听见这话，愤怒地指责自己的儿子，警告他最好放弃这种念头。可此时的提婆达多早已经听不进任何的话了，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这日，静修林里的僧人们正在享用乞食，每个人饭后洗完手都需要按照规矩将脏水倒掉，换上干净的水。可僧团里的经师总是忘记这一规矩。戒师身旁的弟子由于嫉妒经师的身份，于是便悄悄煽动他去约束经师。戒师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经师的错误，经师表示自己只是忘记了而已。可那名弟子继续煽风点火，认为他就是故意而为之。两位导师谁也不让谁，于是就争吵了起来。经师在众人面前遭到批评，这让他感到很没面子。为了尊严，他迟迟不肯低头认错。戒师因嫉妒经师的才华，故意将小事放大，抓住经师的错误不肯松手，气得经师把手中的碗狠狠地摔了下去。没想到碗刚好落到了佛陀的脚下，可即便佛陀到来，二位导师依旧争执不断。佛陀缓缓说道：言语犹如利刃，伤人于无形，因为你们的行为导致僧团不再安定。佛陀说完以后，众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也因为此次事件，佛陀离开了僧团，独自到别处修行。经师与戒师多番去请求佛陀的原谅，可最后都无功而返。这天佛陀归来，比丘们纷纷跑来听教。佛陀对众人说道：即将到来的日子至关重要，我看到了遥远的未来。此处父子反目，兄弟阋墙，夫妻离心，屋宇焚尽，不法之事滋生蔓延，人人为种姓，语言和信仰功法不断，和谐相处要依靠人们的觉悟，而人类如何依靠爱去消除偏见，一视同仁？这就需要我们开创先例。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准则将继世于水火。佛陀的开示从白天
一直持续到晚上。届时和京师感到非常的自责，他们在众人面前和解，各自都诚心认错。而为了避免日后僧团仍有纷争，佛陀指定了七灭证。阿难稍后向大家宣读这7条规定。另一边的墙外，一名小偷带着偷来的珠宝正在逃跑，结果在路上却遇到了一个魔头。此人杀人不眨眼，并且还将对方的手指砍断，穿成项链。他认为只要自己集齐了100根手指，便能获得无上的力量。因为有着截指魔头的存在，城里的百姓都人心惶惶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不敢外出。佛陀来到城中乞食，却不见人烟，只有一户人家为佛陀开门。让人急忙将佛陀拉进屋里，并将那魔头的事情告知。凡是碰上他的人，无论大人小孩还是气绝者，都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。他奉劝佛陀最近不要在外走动了，可佛陀却表示只有自己还在外面行走，大家才不会再惧怕此事。佛陀告别了男人，来到林中，他果然遇到了那个魔头。魔头死死盯着佛陀，可佛陀却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向前走。魔头大喊着让他停下，还把刀架在了佛陀的脖子上。佛陀对他说，我已经停下了，可是你还没有停下。我停下了一切伤害众生的恶行，学着如何去保护生命。你心怀慈爱去看，众生都想生存。可魔头根本听不进去，他表示自己要杀光所有人。他认为人没有爱，更没有慈悲，有的只是残暴和虚伪。佛陀继续说道，你曾经被伤得太深了，央觉摩罗。人的残忍是源于无知、仇恨、嫉妒、愚痴、嗔怒、欲望，皆因无知而起。但爱、宽容、慈悲、理解、谦逊却是与生俱来的。即便是世上最冷酷无情之人，他的内心也是良善的。擦亮你的眼睛，仔细的看一看吧。央觉摩罗知道他不是寻常人，一定就是那传说中的佛陀。可他如今杀了太多的人，已经走得太远了，不可能回头了。佛陀说，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善行是永不延迟的。你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过，这就意味着你还有明辨善恶的能力。你能在此刻认真悔过，便是从头开始新的人生。你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，远离人们的仇恨，但路还需要你自己去走。终于，央觉摩罗被佛陀的真理打动，他放下了屠刀，祈求让自己成为比丘。佛陀表示，我从不收弟子，人们都是自行加入到僧团的。接着魔头皈依佛陀的事情很快传入到了波斯匿王这里，他十分愤怒，不肯相信佛陀真的能度化世人。波斯匿王决定要亲自去看一看。很快他便来到了静修林，一来到这里，那种从未感受过的和平与安宁令波斯匿王非常舒心。很快他就见到了成为比丘的魔头，他已经更名为不害。波斯匿王终于相信佛陀教法的厉害之处。波斯匿王见不害如今已皈依佛门，便赦免了他曾经的罪行。波斯匿王双手合十，虔诚地向佛陀跪拜。阿都氏由于憎恨父亲的情人婆离，于是便对婆离的故乡毗舍离发动了战争。战场上无数的将士都丧失了生命，婆离在周围的营地里主动救治伤员。婆离回到自己的宫殿，忧心忡忡地等待前线的消息。很快前线便传来了毗舍离胜利的消息，婆离顿时喜笑颜开。战败的阿都氏连夜逃离，而毗舍离的士兵仍在附近搜捕。阿都氏趁机杀害一名将士，并换上了毗舍离士兵的衣服逃至城中。可由于伤势严重，最后晕倒在地，恰好被宫殿里的婆离发现。婆离命人将阿都氏给救了上来。由于此前阿都氏十分厌恶婆离，导致他从未见过婆离的模样，所以婆离便将阿都氏误认成毗舍离的一名将军。婆离请来名医为阿都氏治疗箭伤，阿都氏被痛醒，婆离在一旁不停地安慰他，还将毗舍离已经胜利的消息说给他听。可阿都氏听见这句话，受了刺激，再次晕了过去。伤势处理完毕，阿都氏却高烧不退。侍女劝说婆离回去休息，可婆离却对相貌英俊的阿都氏一见钟情，想要亲自留下照顾他。阿都氏高热不退，梦里还说着胡话，婆离急忙给他喂药，并安慰他一定要挺过去。几日后，阿都氏伤势好转，而两人也已经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阿都氏不善言辞，他直截了当地问婆离是否愿意嫁给自己。婆离高兴地流出眼泪，两人就这样相拥在窗前。此时正在毗舍离四处寻找阿都氏的部下刚好看见了这一幕，而婆离从前的仇家找上了门，坚决要将这毗舍离的明珠带走。从对方的口中，阿都氏知道了他所爱上的女人正是自己的仇人。他震惊到没有出手相救，面对爱人对自己的
呼唤，阿都士心中的爱意最终战胜了仇恨。他打倒了那些人，守护住了婆离。阿都士的部下趁着夜色来到宫殿，他向阿都士表示，摩羯陀的臣民都在盼望着国王回归。可没想到，两人的谈话都已经被婆离的仆人听到。阿都士和婆离温存一夜后，告诉他自己将要离开一段时间，等他回来就立刻娶婆离为妻。婆离依依不舍地送别阿都士后，整天在思念着情郎。仆人多次犹豫后，他认为婆离需要知道真相，于是便将阿都士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。婆离万般震惊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情郎竟然就是弑父夺位的阿都士，他无法接受这一事实，最后直接晕死了过去。回到摩羯陀的阿都士见到的却是缴械放弃抵抗的士兵，大家都不愿意再继续战争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受到佛陀的影响，都开始理解并奉行爱与非暴力。阿都士对佛陀厌恶至极，那么接下来阿都士又会怎样对付佛陀呢？